各位微粉，你们是不是一定心里边在想，哎，以前那个微微去哪了？怎么变成另外一个光头？这是因为我第一次，现在呢，来自己独立的来录这样的一个视频，因为我即将开启一段为期3天的一个旅程。说是一个旅程呢，其实就是去出差而已。然后呢，就是假公济私，顺道去旅游一下。我没有去过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呢是我第一次去。那我现在先不告诉大家这是哪里，然后一会儿我会再和大家揭晓到底我要去的是哪里。那我现在呢已经完全打包好了，然后即将出发。一会儿我会先去星巴克找威力，找到威力之后呢，我们会一起去吃个午餐 plus 晚餐，完了之后呢会一起去机场，然后我就开始我的旅程了。这一次呢威力不会跟我一起去，所以他会把我送到机场而已。我现在录这个视频呢就是在我自己的家里，你不要看，虽然后面比较乱，但是其实呢我并不是在一个什么垃圾堆啊或者是什么的地方。那之所以比较乱呢，是因为我们家的结构，曾经的3口之家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之后呢，会再和大家分享这个具体的决定是什么。那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那我就现在出发啦。好啦，现在我们已经到温哥华机场，然后微微一下就要先回家了，然后我会继续前进，进入到机场里面，对不对？对，小心一点啊，小心点。你自己要小心哈。好，我们刚才去吃了一个午餐，然后加晚餐，反正不是很好的一个体验。不是我办的，我觉得不好吃啊。好啦，那我进去之后安检过了再跟大家说哈。拜拜。好啦，现在我已经安检结束，已经进到机场里面了。然后我现在今天要去的地方可以跟大家正式揭晓，它叫 Prince George， 也就是叫乔治王子城。它是在加拿大的卑诗省内陆的一个城市。那我这次去呢会在2天的时间。我现在走的这条道呢其实还挺熟悉的，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加拿大的时候，我登陆的地方其实就是在萨斯卡通，然后我当时是先坐到温哥华，也是从这个小通道然后来中转飞机到这个萨斯卡通的，所以对这个地方其实还挺有感觉的。这是我当时是第一次落地加拿大温哥华机场之后走的第一个地方，所以现在所有的记忆，8年以前的记忆全部都回来了然后我现在这个飞机呢会需要开1个小时1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达目的地，然后到目的地之后呢再跟大家汇报咯。Hello， 我已经坐上飞机了，然后现在我们这个飞机特别的小，它左右两边分别只有2个位，所以呢我现在是坐在靠走道的位置。然后加拿大现在规定坐飞机呢还是要求必须要佩戴口罩，虽然说在平时的生活中佩戴口罩已经变成是一个自愿的事情了，但是至少飞机这一块还是要求佩戴口罩的。现在也没有在检查打2针疫苗什么的，已经没有这些规定了。那我就现在准备起飞。好，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乔治王子城的机场了，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正在降落过程中。哇哦，不错呀！大家可以看到，几乎我这一路来看到的景象全都是这种大森林，所以其实卑诗省的这种自然资源其实还是特别丰富的，全都是大森林，然后有很多湖，其实挺漂亮的自然风景。我们现在即将要降落，现在飞机越来越低，然后我第一次坐在窗户旁边，可以看到飞机的轮子下来的这个过程。然后现在要着地了，马上就要着地了，已经接近跑道。原来是这样的。好啦，我现在已经从机场里面出来了，这个就是乔治王子城 Prince George， 然后这个就是他们的机场，小小的，
和我以前去的萨斯卡通的机场一样，就是小小的一层。Yes. Yeah. So can I see a picture ID? 是。好啦，现在已经在酒店 check in。我现在住的是叫 Ramada 的一家酒店，在 Prince George 的市中心。然后现在给我的房间是219。那我第一次来这个房间，和大家一起来开箱这个房间长什么样子。好，现在电梯门即将打开。OK， 2楼忘记按，忘记了。做一个博主真的不容易，要同时脑子里要想好多事情。哎，奇怪，我怎么又跑到了？Hi. What is that? Just filming myself. You're filming yourself. Yeah, vlogging. Lobby. No, I just want to get the second floor. Why it doesn't work? You're supposed to use your card. Oh, See? that's why. Now I know. What's your name? Louise. Louise. Yeah, I don't think that's your name. it is my name. Louise who? Take care, Louise. 是 PM. 也是。好，现在大家一起来跟我看一下这个房间长什么样。哦，还不错哦。当当当，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住的房间，大家可以看一下。首先是一进来就是一个洗手间，洗手间还不错，比较大，干湿分离的。那洗手间这边有一些常见的洗漱用品，然后呢，马桶，然后继续往里走就是一个双人床，然后但这个洗手间就在旁边，然后它有一个玻璃，还好它是看不到的。然后这边，打开窗户的话是一个屋顶，应该是外面的哪一栋大楼的屋顶，搞不清楚，反正就这样。这边有一个电视，我觉得还不错。好啦，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所居住的这个酒店它的一个配套的设施吧。这边有一个还不错的健身房哦，有一些重训的一些东西，然后呢有一些跑步机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设备啊什么的，还不错哎，真的还不错。然后呢这边是跑步机，然后重点是这里居然有一个小型的游泳池哎，我看一下怎么打开它。哎，我发现应该是从那边进，反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小型的游泳池，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泡澡的地方吧，一个 hot tub， 这边可以做一个热水浴吧，然后呢有一些小桌子，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没事的时候可以来运动一下，健身一下，是个还不错的选择。好，大家看一下。Hello，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够和大家分享我到这个城市第2天的一个感受。从昨天到机场之后，然后坐出租车，然后到酒店总体来说我的整个体验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感受想要和大家分享。我在来这个城市之前呢，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之前来过，他就和我分享说，这个城市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值得去玩或者是去探索的一个东西，反倒呢还有一点点的可怕，因为街头呢有很多流浪汉或者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行人游客，所以呢人比较少。你查一下资料呢，你会发现其实乔治王子城这个地方呢曾经被列为加拿大最危险的城市之一。我想现在最新的数据呢也确实如此，它确实也是算比较危险的一个城市。那之所以危险呢，是因为它有比较严重的黑帮，还有这个枪支以及毒品的问题。所以呢基本上我来之前是被打了预防针的。来到这边之后呢，我的第一大感受就是自然风光确实没得说。其实在飞机上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就是快进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如果你往下看的话，其实全都是那种森林，大片的森林，特别的好看，绿色的。然后从机场打车到酒店这一路的过程中，我也看到有就是很多这种树木呀、森林啊这种景象特别的美丽。说到人少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如此。那比如说我昨天从机场打车到市中心，整个这个过程我几乎就没有看到几个人在路上即便是在酒店是在这个城的市中心，我也没有看到太多人在街上走什么的。因为人少嘛，劳动力就比较少，所以的话有些服务其实还是比较贵的。比如说打车这个事情，昨天从机场打车到酒店，距离的话可能30公里左右吧，结果打车的费用你们猜多少钱
40块加币。40块加币如果在温哥华的话呢，其实可以从温哥华的机场到我住的苏黎世了，差不多可能有30到40公里的距离，所以这边的价格是很高的。我想它这个价格高呢，除了说劳动力缺乏，还有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边没有 Uber 也没有 Lyft 这种所谓的叫共享车辆的这种服务，所以的话竞争比较少嘛，所以基本被当地的这个打车的这个公司给垄断了这个服务，所以的话价格是比较高的。然后劳动力少导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昨天想要点一点东西吃本来我看手机呢它是有 Uber Eats 就是一个叫外卖的一个软件还可以用没问题，但是我点了餐之后呢2个小时没有人给我送过来，然后打电话给这个餐厅，餐厅告诉我说找不到司机，然后我就没办法，就不得不把这个订单就取消了。然后我其实也是第一次取消，因为其实在温哥华还挺方便的，你点了餐之后基本20分钟吧都可以送到。我第一次出现说找不到人送餐这种情况，所以这边的这个人力资源确实是挺缺乏的。好了，那今天先分享这2点，然后呢我一会儿要出去工作了，然后工作的过程中呢如果有机会会给大家再拍一拍市中心的一些场景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吧，然后到时候再和大家做进一步的分享。谢谢大家。好了，现在是一大早，我准备要出去工作了，然后带大家看一下在乔治王子城的市中心长什么样子。这个就是我现在居住的地方，然后这个是一个十字路口，这就是他们的市中心有星巴克那个酒店呢，就是我昨天晚上和今天晚上要入住的酒店。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按理说应该是大家都去工作的时间，但是其实并没有什么人，并且呢，你看餐厅啊也都没有开，其实还挺萧条的，说实话，真的很萧条。哎，这个大楼这个大楼我知道，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大楼呢，就是叫北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在市中心的一个教学楼。它这个教学楼呢叫木质结构研发实验室吧，它其实算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教学研究基地吧。然后说到这个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北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叫 UNBC 这个大学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因为我个人的话对大学这一块是挺感兴趣的。那大家看到这个教学楼，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主要是那种对环境比较友好的大楼，它自己这个大楼能够生产的能量呢，就已经足够它的消耗了。另外呢，这个大楼它的造价，据我了解应该是350万加币吧。然后呢，其中有180多万呢是由联邦政府来出的，加拿大联邦政府来出的。然后呢，其中有160多万呢是由加拿大卑诗省的，就是 BC 省的省政府来出的。那对于这个乔治王子城呢，它主要就是出这个土地而已，它就出了这个地给这个政府来建这个大楼。那刚才说了，大家看到它是叫 UNBC 它是北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那这所大学呢，可能对于广大朋友来说不是特别的熟悉。这个大学呢，它在加拿大呢，其实也没有特别的有名。我看了一下加拿大的那个麦考林杂志的排行，它的排行呢，在基础类大学里面呢，排行大约是在第2名和第3名吧。然后呢，号称是加拿大最好的前3名的小型大学。小型大学这个概念我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我知道就是麦考林杂志呢，它是加拿大大学排名的唯一的一个杂志。然后呢，它把这个加拿大的大学呢分成是3个类别。第一个类别呢叫医博类，就是这个大学呢它是有医学院，并且呢还有很多的博士项目，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多伦多大学，还有麦吉尔大学以及卑诗大学 UBC 都属于这个医博类的，算是非常好的大学。然后第2类呢叫做是综合类的大学，也就是说它没有医学院，然后呢它的项目呢可能也是比较以研究生和本科为比较多。那比如说加拿大这个叫什么来着？温哥华有一所大学叫西门菲沙大学，以及也是我的母校，同时呢也有这个多伦多的约克大学也是我的另外一所母校，就属于这一类型的大学。第3类大学呢就是基础类大学。基础类大学呢就是说它更多的是本科项目，它的本科项目是比较多的，主要是这种培养本科生的大学。那在这个大学里面呢，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所叫北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呢，就是排名前3的这一类别里面排名前3的一个大学。大家现在看到它的这个大楼只有1栋，就不要以为好像这个大学只有这么1栋教学楼，其实不止它其实在卑诗省呢有4-5个点吧。然后这个呢算是其中的一个专门研究木质结构的一个学校。那这个大学的话，它比较突出的一个专业呢，可能是跟环境环保有关的相关的专业。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和大家介绍了这个卑诗省的北部呢，其实它有非常丰富的木材和森林的资源，所以在这一块这个领域呢，这个大学是做的比较不错的。
好，这个就是一个大学的简单的情况。如果是有朋友想要留学加拿大呢，如果你想要远离就是像温哥华这种华人特别多的地方，你想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学体验呢，其实不妨可以考虑去北部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像这个乔治王子城来读这个北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在这个地方呢，你会比较少遇到华人同胞，然后你可以和外国人会有比较紧密的一个关系吧，可能能够跟老师也能够建立一个比较更加紧密的关系。其实跟大家讲一个大实话，就是我现在走在这个街上呢，其实还是有一点点会担心的，因为毕竟这是号称是加拿大最危险的城市之一嘛。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确实是会看到比较多的流浪汉啊，比较多的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士啊。当然这不是歧视哈，这跟歧视没有关系，只不过呢，就是会有一些明显是有精神疾病的一些人在街上，比如说大喊大叫，或者是有一些比较过激的一些言语啊，或者是行为的东西。所以作为游客在这边走呢，其实确实是有一点点可怕的。好了，现在我带大家来到的是乔治王子城的一个叫 Two Rivers Gallery， 2条河，具体是哪2条河呢？长江和黄河。开玩笑了，不是，他们是飞沙河和另外一条是叫什么的一条河，具体呢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就是这2个河交界的地方吧，然后有形成的这个文化，原住民的文化，大概是那个意思吧。那我们进去看看是什么东西。大家看一下这些非常优美的原住民的艺术展品，看这一幅作品，这一幅很好看哎，这幅作品的名字叫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讲的是这个画这个画的人，他的这个家人最后一次看到他的父亲。这个是一个印度尼西亚的家庭，然后因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所以这是他最后一次，他的妈妈吧应该是，然后看到他爸爸时候的样子，然后就通过这样的艺术的形式把它记录了下来。我真的很喜欢这样的一幅作品。这幅作品你看它是2个部分组成，上面那个部分呢，它是用这个就是叫什么碳素笔画的一幅画，然后下面呢它是由1、2、3、4、5、6个板子构成的，然后它是一个新移民的女性，她是来自伊朗的，然后呢你看她的身体是被分开的，然后代表的是她自己的身体，然后呢上面的这一部分的这个画呢，它是很阴暗的，给人一种非常压抑的感觉。她想表达的一个思想就是这个这个就是作为一个伊朗的新移民的女性，然后她所面临的这些压抑、这些压迫，给她造成的整个身体啊、心理啊各方面的这些问题我觉得真的这一幅画特别喜欢。好了，彩虹街懂的都懂哈。乔治王子城居然有一家火车站 ，VIA Via 这个火车站，我们在多伦多的时候有坐他们的火车，有去到一些别的城市，然后居然在这边也有这么一个火车站。那我们知道，其实乔治王子城呢，从1800几年的时候吧开始，它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重镇了，尤其是在卑诗省的北部地区更是如此。然后从1903年开始，这个火车站就建立了，然后通了火车之后，这个是可以一直进入到阿尔伯塔省，然后最终呢和东部的火车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还不错哦。好啦，今天早上的工作结束之后呢，出去外面买了一个外卖，然后这边的选择特别少，走来走去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买的，最后呢选择了一家印度菜，买了一个叫什么 butter chicken 叫什么黄油鸡吗？然后再加一个米饭，这样的话一共是18块钱，我觉得一点都不便宜。我记得昨天谁跟我说来着，说这边的生活成本很低啊什么的，完全是骗人的好不好？可能是因为我住在市中心吧，所以我觉得其实一点都不便宜。那就先来看看好不好吃。这个菜是威力，我们家微微最喜欢吃的，一个台湾人喜欢吃印度菜，也是好笑。好啦，我的炒饭已经来了，里面有羊肉，然后冒着热气，很香，有那个咖喱的味道，印度餐，那我就来吃吃看啦。不错耶，这个炒饭特别的香，它的这个饭粒特别的颗粒分明，然后它的那个咖喱的那个药味道，非常均匀的融在那个饭里面，来看这个羊肉。特别不错，特别的嫩，然后我吃的那一块呢，它有点肥的在里面，所以就香一点，不错。